来看看我们国内最大的火山湖啊！天池位于中国和北朝鲜的界山长白山的山顶，长白山还是朝鲜半岛的最高峰，北朝鲜和韩国都视其为圣山，为民族起源地。And above them all towers the volcanic Mount Paektu. The crater at the top, which is now a lake, formed during one of the largest eruptions in history. Mount Paektu, Holy Mountain of Revolution, Kim Jong-il. 我最早知道长白山是许多年前看过一则报道，北朝鲜的主席在冬季拜访长白山，而北朝鲜的士兵每年都要来这座圣山朝拜。据说为了躲避卫星监测，北朝鲜在长白山底下挖了极深的洞穴，便建有北朝鲜最重要的军事设施。同时，长白山山顶上的天池是中国最大的火山湖，它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水面海拔2194米，水深平均204米，最深373米。离开上一集的中朝边境县城长白县后，我搭车前往200公里外的二道白河镇，这是从北坡登顶长白山的大本营。接下来和阿树开启这一次的长白山旅行吧。阿树闯东北是我目前正在创作的东北第一季的影片，我将从南一路向北走访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与北朝鲜、俄罗斯、蒙古国的边境县、城市、县城和乡村，以及东北其他有特色值得游览的地方。本集为阿树闯东北的第5集影片，越到后面越精彩哦！欢迎和阿树一起云旅游。现在13点14分了，出发。然后去到换乘中心大概要50分钟。长白山北景区的，刚才付款305块钱，包括全价门票105块钱，大巴车票85块钱，池北旅游班线车票往返35块钱，北景区天池主峰车票80块钱。2点03分到达天池换乘中心了，还要再坐一趟车去到天池的山脚下。这一辆车的话15分钟就到了。天池乘车入口。东北虎，这个东北棉袄很有特点。希望等一下给我个好的天气吧，因为天池呢常年是这个云雾笼罩着的，能够看到清晰的天池，那是很幸运的了。主峰乘车入口，大意。待会儿就是坐那种商务7座车，去到天池的山脚下，再徒步上到天池主峰。开心坐到了副驾上，这样子可以拍一拍第一视角的进山的一个画面。这是一个10座的面包车，乘坐37号车游览天池，全程需要16分钟左右。10.2公里，10.2公里，72个弯，耗时16分钟。72个弯，10.2公里。哇，你看那盘山公路上一个一颗一颗的小点啊，全是这种小面包车。我在这干6年了。干了6年了。6年就来回盘。对，天天就盘串，你盘山啊，我们盘山，盘山。看过我前几集的朋友会知道，
我是从吉林长春搭车去国内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长白县的。当时大巴从西北往东南方向穿越了长白山脉，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长白山的美。深绿色的、橘黄色的、紫红色的树铺满山坡，真正的五彩斑斓，犹如一幅画家笔下色彩浪漫的作品。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在长白山脉海拔1700米到2100米为高山岳桦林带，海拔2100米以上的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高山苔原带，是长白山最上层的植被分布带。关于岳桦树可有些不同凡响，我们后面再聊。反正以前下车都去绑垃圾桶。快到顶了，就看到积雪了。这里海拔约2600米啊，是东北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大前天才下的，哇，上面的空气骤然冷了很多。雪糕奶茶、天池水煮茶叶蛋、热玉米、热肠狗纪念品。这里能感觉到空气有一点点稀薄啊，所以走路略微有一点点缺氧，但是不严重。长白山天池，水与火孕育的自然奇观。千百年来，多次火山喷发，在长白山顶塑造了巨大的火山口，雨水、冰雪、地上泉不断在火山口汇集，聚水成湖，形成了长白山天池。它如同一块巨大的碧玉，镶嵌在山顶的16座群峰之间。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是中朝两国的界湖，也是松花、鸭绿、图们三江之源。我说话有点喘啊。长白山呢被16峰环绕着啊，这16峰最高的是白头峰，2749米海拔。长白山天池的湖面海拔有2189米，比泰山还高600米。看一下天池的一个形状啊，我看到的是一只飞鸟的形状，你看到什么形状呢？山上有很多的一个防寒扶竹林，那片林海全部变黄了。你看对面是一个军事管理区的，就是游客进入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中朝边境啊。这些山的形状很奇特，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山，它是火山喷发以后，它的岩浆以及火山灰冷却以后，经过长年累月的一个风化侵蚀啊，然后流水的一个切割，形成了一个这种山势啊。现在是走的 B 线上山，它分 A 线跟 B 线。你看那些石头啊，这些都是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熔岩，冷却后的。它这个石头它是有气孔的，黑色的。如果你近距离看的话，它跟其他的山的一个石头都不一样。你看这些台阶的石头，它就是就地取材的，利用这里的火山熔岩、火山石切割而成的，它有气孔的。看一看国内最大的火山湖啊，它这个湖水非常的清澈、碧绿，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就一片光秃秃的山丘啊，突然有一湾如此碧绿的，然后沉静的湖泊啊，这种感觉难怪说是碧绿的翡翠啊。从这个角度看，天池还颇有点心形的形状啊。即便不航拍都觉得非常的秀丽了。这个时候阳光真的很好，咱们都很幸运啊，因为能看到这种油油的阳光打在湖面上的时间啊，这概率是很难得的。你看这边是石头啊，有点像那种海里面的珊瑚是吗？
珊瑚礁的感觉，像一颗心形的翡翠，太美了，我这个相机都挪不开眼前的这一幅画面。我们知道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火山，天池位于火山的顶部，约在几百万年前，长白山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这些火山喷发将大量的岩浆和火山灰喷出，火山顶部的部分地表崩塌或塌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火山活动结束后，火山口逐渐冷却，经过长期的风化而侵蚀，火山口逐渐积水。天池的水源主要是降水、雪融水和地下水。由于火山口的高海拔和封闭状态，积水无法迅速排出，因此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高山湖泊。下面只能看到天池一小部分，大家可以往上走一走啊。不仅朝鲜将长白山视为圣山和民族发祥立国的北方民族亦视其为神山，最早是金女真人将其命名为长白山。当时的金朝皇帝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地，并修建了庙宇，确定了4典，每年祭祀。到了清朝康熙当政时，宣称清朝的老祖宗就是为长白山的仙女孕育的，视其为满清发祥重地，封其为长白山之神。尔后，康熙派兵跟朝鲜官员巡兵，立碑于长白山南麓的分水岭地带。也就是说，当时的长白山和天池整体上是归清朝的。后来清朝国力衰弱，日本占领朝鲜后呢，推动移民前往长白山一侧，实际控制了长白山。今天在长白山中国和北朝鲜的边界可以追溯到1962年的中朝边界条约，确定了长白山天池作为界湖的现状，其中约54.5的水域归北朝鲜，45.5的水域归中国。你看啊，这是中国跟朝鲜的界湖，在对面翻过那个山崖呢，就是朝鲜了。多看会儿天池，一会儿我跟你说能看到水怪。天池呢，在国内有3个观景的角度哦，一个是北景区，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对面呢是西景区，然后呢那边是南景区，南景区只有夏季才开放，现在开放的话只有西景区跟北景区，而西景区跟北景区是独立买票的，对面就是朝鲜。我看过有影像啊，就是朝鲜的总统啊，他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登上了对面的山上，然后俯瞰天池，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天池啊。天池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因为它从面包车送到山脚爬上来5分钟就可以了，所以你能看到一些老人他也可以来欣赏这个大好河山。海拔2660米啊，登上天文峰，事业皆成功。这景区公证员，我恐高的看着都有点，他怎么还能进到里面呢？环着天湖走啊，大概走了有200米吧，然后就走完了，能够看到天池的地段了，然后就可以往下走了。天池虽然它的水面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水储量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它的水深也是非常深的。那天池究竟有多深呢？它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甚至达到了373米，可以淹没香港第3高的中环广场。为什么它会这么深？天池是由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口湖，火山喷发后，火山顶部塌陷，形成了巨大的陨坑。这类湖泊通常具有极大的深度，同时天池湖底的地形陡峭，导致其水深增加。另外，长白山距离日本海仅有100多公里，其海上经久不息的水汽，给这片地区平均每年带来了1000多毫米的降水。巨大的湖深和水量让它容纳了20亿平方米的水量，相当于80万个奥运会泳池的水量，可以供全球66亿人口1天的日常用水量。像天池这样规模的火山口湖，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少见。我觉得它这些土丘也好，或者说这些山石也好，
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仔细看的话，你看那些土丘里面，它镶嵌着一颗一颗黑色的大石头啊。游览完天池的游客，请到游客服务区内。守边固防，建功北疆。下来了以后呢，在另一个角度还能看到天池。这个台阶都是有气孔的。天池啊，1983年夏，邓小平题。我看到在北朝鲜的对岸有5、6名北朝鲜的游客撩起裤管走到湖水里玩水，这让我想起一些看过的北朝鲜影像。景区的一些标示牌、指示牌呢，它是3种语言同时有的，一个是英语，还有汉语，还有朝鲜语。3点钟啊，然后下去了，下面还有几个景点，大概在上面游玩了40分钟吧。这里是边境地带啊，又是军事管理区，比较敏感。你看，这就是我的所在的位置啊。防寒衣物租赁，大衣30元，护膝30元，棉鞋30元，押金170元，雨衣30元。游览完天池的游客，请到游客服务区内请下山。这里暖和的多了，有一些补给啊、方便面啊、矿泉水啊，卖手工纪念品的。这是天池的特产了，碳龟石100元。要是啥？7个了，1分钟左右，72套班，小孩都不算啊，小孩都是赠送的。这里200多辆这些车都是大通星途 V80。刚才师傅说这里因为2000海拔以上呢是没有树的，但是春天来的时候这里漫山遍野都是5颜6色的花。我们早上在临海岭的公路上经常能看到野猪、黑熊、梅花鹿、大马鹿。海拔一低，这些有一些灌木了。从山上下来呢，师傅直接把我们送到了我眼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瀑布，这里是长白瀑布啊。长白瀑布是国内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它的落差有68米啊。走上去起码得25分钟吧。像我身后这一片树木呢，叫月化林。它是国内整个东北才有的一个树木，比如说像长白山地区以及小兴安岭地区啊，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短，每年呢它9月份树叶就落下来了，它每年的生长周期只有3个月。这就是长白瀑布流下来的河水啊。前面有一个巨龙温泉啊，
这里是温泉广场啊，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为了走完这些景点，一路上都是跑着的。但是这里本来是高海拔地区，所以温泉鸡蛋10元3个，鸭蛋选2个，玉米10元1个。吃这个可以长生不老的话，我就吃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冻梨啊，10块钱一个。21杯。买了3个温泉鸡蛋。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祝你2024年心想事成。哇，这个像苔藓一样的是绿色的，手汤匙，温度53度。我试一下。哇，真的好热的，是洗澡最舒服的那个温度。这里是巨龙温泉吧？温泉群啊，地质公园内有数十个地下热水溢出点构成的温泉泉，其中以巨龙泉最具代表性。这是月化林的树根吗？这水冒着热气的。闻到那个火山温泉的那种，不知道叫不叫呛鼻的味道。这地表有点五颜六色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跟温泉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奔腾不息的长白瀑布，举世闻名的长白瀑布位于长白山天池北，天池水沿补天石漫出后，流经1250米长的陈叉河，以1.25到5平方米每秒的流量，从龙门、天祸两峰之间骤然跌下，形成了落差高达约68米的长白瀑布。作为长白山胜景之一的长白瀑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年四季水流不息。在这海拔2100多米的高纬地区是非常少见的。隆冬时节，天池湖面冰封，但湖水从冰层底下溢流而出，进入陈叉河。陈叉河河床坡度大，地势险，水流急，不易冻结，因此长白瀑布即使在严冬腊月依然长流不息。落差68米的长白瀑布，防寒保暖，行走时请注意安全。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眼前的瀑布就是长白山天池唯一的出水口，天池水从北坡流出，形成陈叉河。景区开车师傅告诉我们，陈叉河是中国最短的河，被称为袖珍河，全长只有1250米。我们知道天池是火山湖，湖水依赖雨水和冰雪融水补充，在水位上涨时会通过陈叉河泄出，在断崖处及该河的终点形成长白瀑布，最终汇入松花江。天池不仅是松花江的源头，还是图们江、鸭绿江的源头。图们江流经中朝俄三国边界，汇入日本海；鸭绿江则是从中国东北流经朝鲜，汇入黄海。长白瀑布是国内最大的火山湖瀑布，这也是长白天池唯一的出水口。那么为什么它能常年奔流不息呢？天池的水量有这么惊人吗？这里面就跟
天池的特点息息相关。长相守，大白头，山为证。一路上有很多科学知识科普啊。亚高山森林湿地，海拔1700米的南麓属林园湿地，欧亚大陆北半部罕见的亚高山湿地，分布着黄花落叶松、杜香、泥炭藓。长白山的高山植物为什么在夏季集中开花？新池水坐的星巴克，这一次坐的是这种公交车一样的巴士。下面有人。刚才我尝了一下温泉鸡蛋啊，它那个蛋黄跟蛋清都非常嫩。因气温太低，基本停止生长，所以月桦树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一株看上去低矮瘦小的月桦树，其实在地球上已生长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正因为如此，月桦的木质坚硬似铁，密度要比其他树木大得多。这月桦树啊，密度坚硬如铁。哇啊！哇，这个小天池很秀美啊，它没有大天池那么大，但是它一些桦树林倒映在上面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黑色的湖水啊，你看。眼前的小天池呢，它的周长有260米，面积约5380平方米，水深10余米，只有进水口没有出水口，但是池水终年不枯，令人称奇，应该与地上水补给有关。这里有一尊药王骨，秦城拜药王。药王庙。
看这一颗巨大的火山石啊，叫飞来石。哇，这里好几块呢，镶嵌在月化林里面。有一棵月化树已经长到那个巨石上了，就最后一站了，黑熊啊，松鼠。从小天池那里开车1分钟就到绿渊潭了。真的是以树为本啊！这2棵树倒了依然让他们保护着，没有把它们。哇，这里是3个瀑布呢，在这里才能看到这样的巨石啊，黑色的。等一下，我头不要。目前为止，我觉得绿渊潭是最秀美的，它隐映在月化林之间啊。然后它的水呢，不是黑色的，是那种深蓝色的，这种绿宝石的颜色啊。哇，好漂亮啊！这里，这个水真的很奇特啊，这饱和度很高。哇，我最喜欢这里。这里的话就是集秀与美齐于一体。这真好，要是我的那个是有房子了。波光粼粼的，现在是傍晚的接近5点钟了，然后天就快黑了，然后3叠瀑布啊，从一面巨石流淌下来，汇成了绿渊潭。名副其实的绿渊潭啊，这个水够绿啊。上面呢还生长着一些月树林啊。在长白山高海拔地区的月化林中，3间瀑布从26米高的巨岩上陡然跌落。哦，下面好多这个鱼啊，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清啊？这个鱼感觉长得很奇特，我第一次见这样的鱼。如果说大天池是一种雄浑荒芜的美啊，那么绿渊潭就是它的对面，是一种小家碧玉般的美啊。今天的一个旅途还是比较紧凑的哈，然后这也就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游客来到长白山天池能够收获的体验，然后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呢？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拜拜。下集影片，阿树将来到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品尝这里地道的朝鲜族美食，以及游览延吉这一座有着独特魅力的边境小城，敬请期待。